故意似的，蓝忘机始终垂着眼皮，瞟都不瞟他一眼。那模样与其说是生气，倒更像是怕对方从自己的眼神中读出些什么。任由魏无羡呜呜了半晌，蓝忘机只没好气地抛出一句：“不必。”记下时节，云深不知处，山水葱茏，鸟吟虫鸣，一片田然。自从上回再次被禁言后，魏无羡数了数，这已经自己来到姑苏后第12次被蓝忘机禁言了。禁言术本身倒没什么，既不伤身，又不损灵力，只不过蓝忘机总是在他说话说到兴头上的时候，突然封住他的嘴，这令魏无羡很是憋屈，一肚子的话没说完，只能老实的像个讷讷的石狮子，不仅窝囊，而且气闷。然而贼心不死，本性难移，这天魏无羡又双若琢被蓝忘机禁言了。呜呜蓝忘机，呜呜蓝湛。魏无羡拍着大腿，对蓝忘机怒目而视，呜呜呜，你给我解开。蓝忘机大概能猜到他说了什么，沉声道：一炷香后自会解开。靠，怎么又是一炷香？魏无羡抿着嘴翻了个大白眼，感觉自己一炷香的时间不说话比一天不吃饭还难受。他憋闷的小脸涨红，胸口起伏，而对面的蓝忘机却淡定自若，周身仿佛罩着一层清凉祥暑的冷云。魏无羡越看越气不过，忽然伸手拉住了蓝忘机写字的手臂，想让他赶紧给自己解开。在魏无羡处碰到他的那一刻，蓝忘机愣了一下，然后脸色一僵，急促又慌张地甩开了魏无羡的手，用一副被威胁到了的眼神瞪着他。呜呜，干嘛？魏无羡保持着被甩开的姿势，有点茫然。呜呜呜，反应这么剧烈。蓝忘机调息半晌，牙尖挤出一句：我说过不与旁人触碰。呜呜呜，好吗好吗？魏无羡对付蓝忘机的时候如同打不死的小强，刚被甩开就又凑过去。呜呜呜呜呜，你给我解开，我保证不再闹你了。沐浴在他渴望的目光下，蓝忘机正了正抹额，又正了正衣领，重新做好捧书，你不必挣扎，安静片刻，咒术自解。呜呜呜，你怎么这样？魏无羡嘴撅成了8字，坐在案前直跳脚。蓝忘机不理他。魏无羡泄气的向后一仰，躺倒在地，颓唐望天。姑苏蓝氏的禁言术奇妙得很，说大不大，却能把魏无羡这么个大小伙子憋出内伤；说小也不小，若是强行挣开咒术开口说话，那嗓子多半要废。禁言术实为警告而非惩戒，古往今来极少有不长脑子非要开口说话的人。魏无羡聪明如斯，蓝忘机明白，所以没有给他多余的提醒。可他没想到的是，魏无羡居然是个千载不遇的意外。日影渐移，窗外的玉兰树在蓝忘机的衣摆上印下缓缓流动的影子。他腾完了一部心经，闭了闭微微酸涩的双眼，一边整理书稿，一边小心翼翼地向对面瞥去。只见魏无羡不情不愿地正襟危坐，笔下如生风，字字素整的雅正集被他抄得龙飞凤舞，心浮气躁。蓝忘机心里奇怪，一炷香的时间早就过了，他怎么还不说话？心情不好的少年唇角下抿，眉眼褪去了笑意，长睫衬着高挺的鼻梁，竟比平日里的嬉笑模样多出些桀骜俊美的气质。不知不觉，蓝忘机已经盯着魏无羡看了好几眼，直到魏无羡刷挖扯过一张纸，迅速写了些什么，头也不抬地拍到蓝忘机面前。蓝湛，你骗人！蓝忘机低头看了一会儿，询问似的望着魏无羡。魏无羡把纸拽回来，又写下一行字，再次拍到蓝忘机面前。这都好几炷香的时间了，禁言术还是没解。没解。蓝忘机奇道：你仍无法说话？魏无羡绝望的点头。蓝忘机心底不安了起来，微微蹙眉道：你方才有没有强行开口？魏无羡无辜的摇头。蓝忘机少见地踌躇了片刻，好像不愿确认似的，声音都小了2分。你是不是一直十分迫切的想说话？魏无羡睁大眼睛表示赞同。与往日不同，这次不知怎地，魏无羡被禁言了之后，总有种很强烈想要说话的欲望，又不好强行破树，只能在心里不停地念叨嘟囔，盼着意念中的那炷香赶紧烧完。结果3、4炷香都快烧成灰了，这禁言术就像长在他嘴上一样，死活不肯消失。蓝忘机想捂脸，正常人被禁言之后都是安分守己，静心醒身，
一炷香的时间很短，注意力被转移后，不知不觉就能恢复言语了。可谓无限这种被迫封口的，心里不服，也谈不上什么悔改，一直负隅顽抗的想说话。熟知这咒术有灵，像镣铐一样，越想说话，禁制越紧，被禁的时间越长，连普通的解咒术都不管用了。这个属性极少有人触发，所以鲜为人知。只是蓝忘机好读书，善钻研，曾在藏书阁的一本旧集中看到过。魏无羡听他解释了一番，眼中放光，刷刷刷写道：“那你一定知道解法对不对？”蓝忘机读到解法时，忽而目光一颤，面上的愁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了。